好，大家午安我们今天第4周一样我们就是这个 slide 的连接在这边，那个上外的线上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参与我们的讨论。那好，我们今天算是来比较专注的谈一个话题的结尾，就是我们课程的第一个block 是在谈这个主要是跟模型互动的一些观念跟想法，然后我们今天会慢慢去讨论到一个它怎么关联到程式设计的。我想很多同学可能也相当关心这个主题啦，就是到底我们学习程式要用什么方式，或者是要到什么样的程度等等。今天刚好趁这个机会跟大家聊聊，然后我们也是这个模组的最后一周就是怎么跟 AI 说话。那我们之前有谈了几个方向，几个想法，然后也跟大家提到说，在了解模型基本原理之下，比较好去发展你的那个应用的策略。那我们接下来那个 blog 就会比较进入模型原理的细节跟一些发展。但我会还是尽量保持在不预设在太多知识的状况让大家去吸收这样子。好，我们进入今天的课程内容。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就是我们上次有提到一个，我们把 prompting 当成是一个所谓的短文本一样。那它有一些结构性的东西就是这个是原则原则上会有一些我们给的 instruction， 它会有一些所谓的 context， 会有一些 input data， 或一些 output， 这是原则上。那这种结构部分，我们现在再细谈一点，就是拉出来看。所以 context 就是比方说你要给一点例句给他，你要让他做的事情，你要给一些例句或者是所谓 input data， 这个我们在接下来的某一周会谈那个所谓的一个RAG 的一个机制的时候，就会谈到说，如果你有一些外部的档案，你有一些外部的资料库，你希望模型可以在那个资料库的理解之下才做很好的回应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所谓这边的 input data。那 output control 就是你要对它的输出的内容要去做一些格式上的限制也好，或者长度上的限制一些考量。那剩下一个可能比较也许到目前大家还不太会碰到的一个考量，就是所谓 edge cases。简单讲就是说有时候就你在可能开发某种，或者看你什么样的应用目的，你可能会希望模型不会的东西不要双会。当然这个机制我们之后会再谈，有一些机制可以控制，或者是它不可以说的东西，不要说，不需要处理的东西它不要处理。这个当然是目前我们比较会少碰到的一些状况。这样好，这个是比较结构性，大家去注意。然后那个所谓的非结构性，就以我们所谓的自然语言来表达的这个 instruction 部分是最痛苦，就是看起来很简单但如果你你日后慢慢跟这个 AI 模型有一些越来越多的互动基础的时候，你可能会有感觉到某种奥妙在，就人机互动的那个方式会是怎么样比较能够达到你的应用需求也好，或者是你想要得到的答案，没有那么有一个什么标准的共识在那我们上次就是说有点刻意的去从语言学的角度去弄出这样类似这样的式子的考量，并不是说不是要吓大家，然后也不是说好像 prompt 这个语言这样一种 instruction 非得要弄得这么 formal， 而是我们尝试把它系统性的组织，把这些大家讲要怎么跟他讲话怎么讲话，我们系统性的把它组织起来，然后慢慢的看能不能在每一个成分你有没有去考量到，会不会影响到你
跟它之间的多着力啊，嗯，就是比方说我们接下来那个 blog 也就会提到一些模型的原理跟可能开发或什么，它需要比较不一样的背景知识，不同的预算资源啊，不见得是就是大家有兴趣，但是大家在第一步可以比较多一点着力，就是说在理解基本的原理之下，我怎么有系统的或者是有效率的，甚至更有创意的，来得到跟人机互动，得到我们要的成果。但这件事情没有什么标准答案，也没有什么公式。我讲那个其实应该你们也找不到人这样子，哇，这样子谈，而是我们试着把它系统化一点。那它也不是什么翻译哦，就是说所有的 prompting 都要这个结构，也不是。我也希望你们也帮忙在这个基础下去建立自己的一个 prompting 的式子一样。好，所以你看这个式子这样对过来，那个 P 其实比较一种就是动词性的，在我们这个脉络比较是动词性的东西啊，就是你可以想象你希望他做的事情，翻译、生成、改写、摘要啊，计算这个啊，或甚至更复杂一点推理啊，然后帮我们做决策啊，或者是有一些动作，当机器人进来的时候，就这个 prompting 就会涉及动作，就是我要你去帮我拿咖啡或是这样。那么在这个这样的动作相应的一些我们讲论元就会有啊，这比较语言学，你就看看例子，大概可以猜得出它的意思啊，就是它会带着一些角色啊，比方说跟工具有关，跟方式有关啊，这个 manner 啊 method 在上面，那这跟目标有关，跟它所要作用的那个主题的那个事物有关啊，等等等等。好，这是一个我们上次大概提到的事情。然后我们也上次也大概提到所谓的 meta prompt， 对不对？这 meta prompt 就把它想象成是一个来就是跳开来看一看模型的行为，我们看是可以控制它要做什么做的是一回事，但我们跳出来看，我们希望 meta 就是后设的来看，我希望怎样控制你的行为，包括控制什么呢 ？persona 就是看你要控制，希望设定这个 agent 就是这个模型。他的叫人设嘛，就是他角色，还是你自己的啊？帮你自己的，比方说是说你们这个学习阶段在碰到比较困难的时候，这句很好用，要不要当小学生啊，包括当什么人啊来解释，它就会变成就像是一个 simplify 这样一个 predicate 一样，就是让接下来这个这个产出或者是这个predication 变得比较容易一点点。好，那你也可以，这个就是在讲 persona 的部分。那另外一个是，有时候设定一个我们讲这件事情跟模型互动这件事情的目标，哦，你有一个比较大的目标，一个 goal setting， 对于整个模型的行为发展也有蛮大的因素。然后 procedure 这是很重要啊，我们特别是以后会再碰到那个所谓让模型进行推理，就是有步骤、有迭代，必须好几步去思考。有假说的那样一个推理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有一种指引啊，一种告诉他你应该这样做。我们上次有提到说think step by step 或是在某些场景是蛮有帮助啊。对话史这个倒是现在可能模型的对话时长越来越长，那或者是模型目前也某种方式在知道你跟他的之间的对话，所以也许还不见得那么重要，但是某些场合这也算是一种 meta prompting 啊，就是你跟他讲的过去的事情，你继续贴在上面，就像你现在在 chat 的那个 session 里面，你其实不会做这件事情，因为你如果在同一个 session 里面，大概他会记得一点点你之前谈到的东西啊。好，这个是我们讲的那个
prompting 的一个想法。那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我刚刚讲的，希望大家可以做的事情，就比较像是说，也不要急着，好像就要跟他，讲什么？你觉得，第一个就是先不要预设你的这样的表达，你这样的 instruction 是唯一最好的，就是会这样而已。然后再来是就像我们跟交朋友的时候，你跟人讲话都这样，对不对？我们讲一两句话，不见得就知道他脾气，只知道他的回应是我们期待或我们可以理解。我们常常需要点时间。你可以想象，这是一种人机的 training 的过程就是你跟模型在这个互动中，你要去有一个方法，就是去分解自己讲的话，看它的结果。那再添加一点或减少什么，有没有什么差别？你慢慢会跟那个模型某一下，这样讲有点拟人化，但是某一下你就会，你不仅在训练它，也训练你自己，可以在这个人机互动过程中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成果或者一个 level 这样子，你自己都可以做这种做去的一样就像我刚刚说如果你可以也不用画这个式子你自己可以想一下说，在这个我有什么东西要注意，如果要去跟他叫他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有什么东西可以特别注意，这个来来回回你自己可以自己笔记。好，比方说像这样我问大家，就是假设是这两句那同学要不要来分享一下？说你觉得照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式子，它怎么分解这个 prompt？ 比方说第一句话，分析这张图表，并用2句话总结它的关键趋势。你怎么分解它？那请说。先把动词找出来，就是 analyze 跟 summarize。对。然后 in 2 sentences 就是你要它的方式。就是那个 output 的长度限制，对不对？很好啊，很好。这个句子它就是有点像是2个构成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2个式子有没有构成？然后因为只是这个 meta prompt 这边还没有特别作用，我们没有特别去设定它，所以它就像是2个动词，然后前面那个动词它有一个那个 theme 叫做这张图表，对不对？所以你要分析这张图表，后面要总结什么？总结这个图表的关键趋势，你要用2句话的长度。那像下一句的话，应该也很好理解，对不对？重点是写诗嘛，对不对？那这个前面那个以莎士比亚的风格，这是 manner 就是另外一个 argument， 就我要你写，但是我要用一个什么样的风格去写？那个诗是等于说关于海洋诗，当然就是也是跟那个诗本身的值有关当然也是属于写里面的 argument 这样。好，这个比较相对好像慢慢可以大家有这个感觉就好，你知道，就是懂得拆解语言才会去活用语言。应该这样讲，除非你天生就是你有那种天分，但是天分是这样。我记得第二堂课说，你很会跟人讲话，不意味着你很会跟机器讲话。大家记得这件事情，不是说讲话跟 AI 讲话那么容易的，因为就不是讲话吗？不就是我平常都很会讲话，别人都觉得我很会讲话，但可能你不见得能够从他得到你想要达到的东西。所以反而是回到这是一个我们自己的训练就是那训练一个方法，就是回过来去拆解你讲的话，跟看它的效果。如果以后大家慢慢开始在进入实验阶段做专题的时候，你就会来来回回看到它的差异，就是实验。这不是说我们这样子设一设就是这样了，不是那么单纯好，那再一个比较麻烦的一个例子，你看这个，如果图片中有猫，描述它的颜色跟品种否则呢说没有找到猫。那这个好像就有一点超乎我们刚刚之前的设计，对不对？这句话还有如果然后还有怎么样？他还要怎么样去看图片里面的猫，就是他也要看，然后呢要描述，好像要说一样，就有这个条件是又有看跟说的参照应用这样这个我们还没有谈到但是这个就是第一个就是涉及到我们现在处理大部分都是单一的模型的以文字为主的单一模型对话，对不对？就你怎么问 ChatGPT， 你怎么问 Gemini， 你怎么问 DeepSeek，
而且你现在我们在做的事情，大部分都是用祈使句或命令句，更多是祈使句吧，对不对？你应该大部分都在问他说啊，请帮我干嘛嘛，是帮我怎么样怎么样那个命令大概比较不敢嘛，你们应该不会那么不客气嘛，说你给我怎么样，应该不会。好，但是我们事实上在更多一点的场景的时候，其实你会涉及到条件啊。甚至命令可能会比较发生在当真的机器人进来的时候，也许就是你希望他赶快做什么活。虚拟比较特别，虚拟也许你在做文学创作的时候，你们知道条件跟虚拟，我们这边可以做一个这样的区分好了。你们有觉得条件跟虚拟有什么不一样？你们有没有学？虽然我们讲不在上什么语言课，有些语言有这种虚拟语气。跟条件语气有点不一样，然后你可以想象说有些有一些场景你可能会需要，你知道它是假的，但是你先把它当真的状况会怎么样，对吧？条件不一样，条件是如果它是真的，你做什么；假的做什么，对吧？好，先不谈这个，但是等一下我会提一个例子啊，不过就是这种句式的差异，也会影响我们的下 prompt 啊，还有包括问句。我们等一下谈那个程式设计，就是大部分很多你跟他 prompting 都在问，就是疑问句这样子。那我们对于模型的多模态的输入啊、理解跟输出也还没有去提啊，这个我们在某一周谈到多模态的时候，我们再一并跟大家提。就是说像刚刚那样的事情，它需要有这种所谓不同模态的能力、处理能力跟吸收跟消化。那我们在引导它的时候，也必须考量到它的这种能力。刚刚讲的那个条件型的判断其实在很多应用场景都会碰到。就像你看这个例子它其实是在谈那个客服的一个你就是他希望它变成一个客服的机器人好了啊，那它前面有一些指示给他。那就是说，你看左边这个就，如果这个 user 呢问了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要这样回答，你做什么事情？如果这个 user 呢又问那种问题的时候，你要怎么？如果这个 user 就什么，所以那你接下来讲那回答所有的问题呢？那如果它是这种问题类型，你还要去确定它的事实上是不是正确的，你就会写成一团的，就会把你看需要这种条件判断的场景，你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组织，你可能会写成一团。那这个团的效果，一方面可能浪费了很多计算资源，各方面不见得得到你要的。所以就有一种叫做 multi-prompt approach， 它就要想说，你看，其实你要做的事情，你可以把它概念上先把它重新组织起来。它就是先把它分类，就是它到底这个 user 现在客户讲来的问题是哪一类型的问题，你先做一个分类。这第一个就是 classify the user utterance， 然后你可能有5种，就是它到底是哪5种，然后分别这5种之后，你再有有 n 个 prompt 的5个 prompt， 分别再去做它。然后 evaluation 也是1到5个 prompt 去做，这样可能会结构比较清楚。那达到效果，也许照着研究的说法也许就好，但这是比较简化的一个处理条件判断的那个场景。事实上，我们等一下再谈。那刚刚讲到那个多模态的 prompting 的问题，我们这就以后提。这边继续从语言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就是画画就像是以后我们在谈 AI 创意的时候，并不是在这边还要再提醒大家，我们不是说觉得AI art、AI music 就是会变成怎么样主流，或是应该怎么样，不是那个意思，而是我们要等于是说 AI 能力在挑战着人类的各个能力的当下，我们需要去了解说它可以帮助人类在这些能力上怎么再往上进展。那像这个我们接下来很快会谈到的这种所谓 AI 创意的时候，你怎么去做这个 image prompting， 这有一些
特别考量，就像我右上的那个图把它切开。我们一般前面谈的都是一个 general 的 instruction， 就是你要，可是你一旦到特别领域的时候，比方说这个艺术创作、音乐，就是有不同的行话，有不同的那些专有概念，你怎么把它融入到你的 prompting 里面，让你可以用像把语言当成画笔一样，它有点概念，就以前我们一笔一笔这样画出来，现在用讲一句一句把它画出来，对，有一点那个味道。这个隐喻大概是这样子啊。好，那这个很好玩啊。这个倒不是说我们要谈一个很可怕的工作或什么，可能没有到那个层次，而是这件事情也是就像是我们语言可以作为前面讲的做很多事情的一部分啊，它可以达到的成就。大家可以慢慢的体验这样子，那它可以对我们人类产生影响，或者你这个领域可以产生什么影响，都大家可以慢慢的去体验这样。好，然后这边有一个也是我们之后会谈，在2-3周之后谈这个所谓的 agent 啊，因为我们刚刚一直这几周来其实谈的都是单一模型、单一 AI、单一 LLM， 对不对？但你可以想象，当这件事情的复杂度更多了，它有很多的 AI， 很多的大大小小的 LM， 或是各种不同有多模态的，有没有多模态的什么，能够来帮你完成这个工作的时候，你怎么去 orchestrate， 怎么去指挥，怎么去管理这些机器们之间的互动？而且你要想，你用的还是 prompting， 当然某个意义上你可以写程式，可是因为有 LM 的特质。对，你还是会用语言去，比方说去交代这位，我们说这个是 PM， 你是机器人的 PM， 然后跟你讲，那怎么讲？然后你还要跟接下来班上不好意思，把你们当 agent， 就是好像好几十个，对不对？它的组织要是怎么办？因为有可能会涉及什么？我说我故意画了一个数学符号在那边，就是 agent 跟 agent 之间的关联可以很复杂，就是比方说。可以这个做完的，它的 output 丢给后面当 input， 对不对？或者是你们2个一起做，然后做的结果融合起来，让它来评断，或是如果你做完了到什么程度，你再丢给这一群去做，就有很多种组合，很多种可能。agent 跟 agent 之间，就像我们人合作，有很不同的组织方式，对不对？那个还有顺序的问题，就是蛮复杂的。那个时候的 prompt engineering 会相当的繁复啊，也一定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投入思考的一个地方。这是我们先从慢慢简单一步一步再往那边去思考。我想到期末专案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的专案一定还会用到 agent， 毕竟这是这个时代的这种一个 AI 场景了哈。好，然后这个部分我们还没有谈。就是 prompting 怎么帮助做推理？我们刚刚谈到那些任务，都是比较像是说，它有点一次性的，对不对？生成一首以莎士比亚的风格生成一首海洋诗给我，就是一次性的生成。你叫它翻译生成，你叫它做算术，你叫它做什么事情，好像是单一事件。但很多事情我们知道，如果真的要帮助人类的话，很多是需要逐步推理，对不对？是要一步一步想，这里假说如果是对，你可以这样做，就是它有思考流程，它有迭代，它有可能有你们会慢慢学到的回圈的想法，就是你要在这些层层的推理步骤下才能够完成的任务啊，这个部分是一个大的主题啊，就有好多种 prompting 的方法，有什么 chain of thought 啊。什么这个 tree of thought 啊 ，graph of thought 啊 ，narrative of thought， 有我们说 X of thought， 有很多种组织这个 prompting， 让机器可以更好的去这个进行推理工作啊。这个先大家有一个概念就可以，就是这个是一个蛮重要且热门的主题啊。好，那说了这么多，我们就回到一个今天的重点，就是。prompting 有时候可以用在这些文本处理啊、摘要啊、资料分析啊，或者呢
这么多用途，那它可不可以应用在程式设计上？好，这是我们今天可以来想一想、来玩看看的一个事情。所以今天应该每个人都有带电脑啊，每个人都有装了 Python 跟 VS Code， 对不对？好，我们看，我们今天来一个挑战，叫新的程式设计入门。这个我想，应该你们也没有听过这种想法。现在是我相信，在我们这课堂之后不多久，程式教育如果还存在的话，会比较不一样。其实也不止程式教育，只是说我们现在关注的是程式教育嘛，大家常常就还在想，那我是不是要写程式啊？然后我要等等。好，所以我先确定大家环境是不是都装好了？还没有装，这样你们都不会举手。装好的举手。还是也有同学没有。那你们要不要？的问题是什么？忘记没看到助教讯息，还是有问题？还是我们等一下，要现在留一点时间嘛？因为接下来就是一连串要操作。需要帮忙吗？就是你有做，但是安装上有问题的，就助教给你的指示，然后没有办法，举个手，你愿意举手？所以假定大家都可以，我们就可以继续往前。还是我也不知道线上的同学们是不是都有看到这个讯息做这件事情？好，我们这样好，我们等个3分钟啊，3分钟好像也很难装完这么多事情。不过先让大家确定一下，3分钟就是你自己可以打开 VS Code， 然后我们等一下啊。好，不然我想如果大家看起来都 OK， 助教可以帮忙看一下啊。就是今天助教你们要到处走动一下，我们今天会有比较可能多一点的练习，但是大家不要担心，我这也是假定大家没有什么基础这样，或者学了2-3周的程式这样我们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动作如果快一点，大家也可以举个手跟我讲啊。好，那我就继续往前，前面也是一些比较多一点的说明啊，这个就姑且让我发表一些对于程式教育的看法，因为这个是很挑战的一个教育主题啊。我们的目标今天要20分钟以内完成一个小专案啊，我觉得这是相当可能，不管你什么语程，你什么样的程式基础啊。好，我先提这个促进大家学程式统计，因为其实有同学已经在问我说，那我们还要写程式吗？因为的确最近又有这个 Agent 的能力越来越多，最近前1-2礼拜又有越来越多的能够很会写程式的 Agent 们，也不是一个就是他们可以在一个系统里面很快的、高效的帮忙人类写很多程式，像很多大公司的很大高比例的程式也都是 AI 在帮忙写的。所以当然也会说，同学问，如果不要当 AI 工程师，我还要学程式吗？对不对？一定有这样问问题，对不对？那我给你一个回答，就第一个是乐趣，真的。我因为有同样可以问你啊，有了机器翻译，我们还需要学英文或学外文？你现在学外文吗？当然你会说，你记得，你要记得。我一开始第一堂课就提醒大家那个思考误区，你不要说。老师，那现在机器翻译它还是不能这样啊？我们人类的价值，我没有不否定这个东西。我只是说现在的那个速度感，跟你看事情的方式，不要太僵硬。你现在看到的东西，下礼拜可能不一样，下个月可能不一样，或者是1年后可能不一样。那你这种想法到底对你有什么帮助？撑着吗？就还可以撑个1-2个月、1-2年，所以我继续去做这样我原来做的事情，也不是，对不对？但回过头来，先不要想说，我还也是比较多了一点跟你们分享这种心情，就是大家不要太恐惧，因为你现在学习的东西，你常常用以前的方式，你就会觉得那好像找不到未来，我对不起未来要做的事情啊，对不对？以前我现在背好英文，学好英文，至少可以当什么什么，现在感觉好像不太直接，可是这就是让你刚好去挑战你们这一代的人一种怎么讲？一个新的可能。也就是说，我反而觉得，如果你找到了乐趣，
你会创造东西出来。啊，你如果没有乐趣，你是被逼、被要求，然后觉得这很重要，觉得我要怎样，你再去学，那你也比较令人担心，因为你比较不会有动机去在里面找乐趣，因为我们很多东西要有乐趣才会 creative 才跑出来。啊，你就反正先记得我这个分享，就像你说有了 AlphaGo， 我们有没有还继续学围棋？还是有啊，对不对？但你知道这个背景吗？2017年 ，AlphaGo 就是打败人类之后退役了，这跟你们人类玩不起来。他已经就是那个距离也越来越远了，所以他自己跟自己下棋就好，干嘛要跟人类下？那从棋力到把那时候是谁？我看那个 wiki， 我从 wiki 里面截的，你看看，就是这样的进步，他花了2年，而且是17年的时候，现在已经25了。好，那想说，对啊，我同样问你这个问题啊，如果你觉得老师这样我们要学程式吗？那些东西你学的，就是你就问这些下围棋好玩啊，我喜欢啊。学语文很有乐趣啊，了解全世界人类各种语言文化，不是很好玩吗？对，让我脑筋可以更活跃更认识一些东西，满足了，就像吃东西一样，对不对？满足了，你就很开心。这个很重要，真的。你们扣掉那个东西来学程式，你一直会有这困扰。我要学程式干什么啊？他不是就是帮我？你等一下就有这感觉，他不怕他帮我写完啊？我要干嘛？就这样。你要从那里面找到跟他互动，你自己成长的乐趣啊！好，希望这个第一点有让你们留在心里面，就以后有这种疑惑的时候，就想老师问过这个问题，对啊，那我们学习到底是为了什么？对。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真的不被糊弄，我不知道糊弄英文怎么学，就是你很快发现，如果这些系统可以AI 帮你做这么多事情，那你就只能 accept。有一个以前的笑话，到现在就快变真了，就是我们就在那边 tab accept，就是他建议，然后接受，然后再让他建议接受，甚至这样写完那种感觉，好像一开始很兴奋，后来就觉得我到底懂什么，对不对？然后这样的程式开发出来的东西，够安全吗？或者是这也跟我们的 AI 素养有关？就是你们也很难去想象，我来想象一个未来场景，就是我们从语言学角度看程式，就会有这种感觉。你知道语法就是句法跟语义的差别，就是我们人讲话可以讲一个看起来合法，我们的术语叫合法的句子，但是语义很奇怪，对不对？你们自己也可以创造一个中文句子啊，就比方什么。我刚刚跟手机说话了好久，他就给我一些建议，叫我明天要去吃2台手机，才会比较健康。我这句话有什么错？错在哪里？句子都对啊，这是中文，但是怎么会这样？你在讲什么？对不对？那叫语义很奇怪，语法不奇怪。那问题来了，我一个比较特别的比喻，应该没人这样讲。如果你的程式的学习法是这种，就是接受。你怎么知道里面不会有语义奇怪的东西跑出来？有一天就帮你糊弄过去，因为看起来就是没有问题，不需要出错。对 ，OK， 可以 run 哦。那你整个事情在做什么的那个语义，你如果几百行、几千行，你根本回去推不出，对吧？这个讲给这个很多可能有些程式基础人去想这件事情。另外就是科学实验的必须了，就是说讲到这个，你如果就算可能在目前，至少我们在学习这个当下啊，这种学习就是学习跟模型互动和开发，你就还是要在底层一点点的地方跟它互动，还是用程式就跟它互动，包括什么写 prompt 这些。好，那这个 SMBT 就是说，我们到第2个模组之后，特别到第3个模组的课程的时候，我们开始越认真，越来越做专案的时候，你们可能会想，我有些想法啦，我要怎么样用这个 AI 啊？我要抠它，可是抠了没几次，它就要钱了。啊，这个时候你可以跟我们申请。啊，这个谢谢我们这个计划总办，所以就看你们怎么去组织。但是这件事情就是要在程式的基础下，如果你不会写一个那个 level 的程式，你也没办法做这件事情。这个也给大家再一点动机。好，
希望大家这边大部分人这个程式都写完，没关系，我还有继续很多废话再讲一讲，我们再来试做。像这个主题啊，我上次有没有问过你们？我们写我不是问你们，我要问一群工程师。你们知道为什么台湾的 coding 或 programming 的中译叫做程式设计，中国叫编程，后来台湾年轻人叫打 code， 就听起来好像是很 level 不太高，打 code 打什么 code 这样。那为什么一开始把它弄成设计啊？就觉得这个翻译多美。程式是一种设计，你们不相信啊？我就是我真的把这个拿去问 ChatGPT， 我觉得他回答得很好。我刚刚给你们看一下，就是我说如果把程式做一种设计，会有什么想法？它从建筑设计的，它设计结构、模组、使用者体验；从工业设计有效率、美感；从视觉上有可读、错误处理。交互流畅，从音乐作曲角度有这个模式变奏、抽象层次；从叙事架构，像一种讲故事的方法，你还有风格，你还有板控跟迭代。其实他讲的每个 keyword 都是在当前的，我也不是当前，就你写程式的时候的一个艺术层次一样，或设计层次。大家不要把它想着写程式，以前会啦，我觉得在我们那个时代，写程式就是看起来就是很枯燥，一直学语法，就像可能那种看好多书啊，看好多课程在那边练习，这种感觉，对，有些人会喜欢，有些人觉得这太枯燥，而且我们讲话讲没人敢说我说错，程式人讨厌，打一打就是我说错，叫我去除，对不对？太 strict， 太不舒服。可是现在的程式设计，有一点点会产生一个蛮特别的变化，就是这个我要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鼓励大家都变成程式设计师，但那个程式设计师可以有很多种程式，可以很多种的。我再用一个语言学的角度讲，我这是在行销语言学。你知道语言学里面，这个语言学有个概念叫 code switching， 就我们现在讲话也常会这样，就讲一讲突然变成英文，或不能加一两句台语，对不对？或是我们特别容易喜欢加英文，在大学领域，老师对不对？讲话就是你们要，不会这样，我想想，像我们 prompting， 我就一直不想用中文，会不知道翻译什么，就提示词吗？它不是词啊，对我们那不是词啊。那提示语吗？提示怎么感觉不像？所以我就说 prompting， 对不对？你们要记得 prompting 很重要，这句话就是 code switching， 对不对？我们日常生活中，这个是常常在发生的，你也是啊，对，只是你 code switch 可能各种东西。好，你可以把它想 AI coding 是我们现在解决问题脉络、人机互动的一个 code switch， 就是你其实是在，你现在有了自然语言，你在它有时候还混着 Python， 然后它也用自然语言回你，它也用 Python 混来混去，这不是 code switching， 对不对？你就是跟他讲话，就像是语马转换，对不对？很语言啊，很人性的感觉，不像以前，就是他就是不懂自然语言嘛，我一定要学会 Python， 他才跟他沟通，对不对？但现在不是，你这样想是越来越有趣。讲程式设计好像已经不是那么很死板的一个角度在，而且甚至我说你们真的要把珍惜这个时代，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二语系的。我们学完3语或者4语，你先学了英文之后，下再学一个外国语言，就学看看程式语言，把它当成是一个，现在正好是一个很好的时机点，那个感觉蛮像，把它当成一个程式一个语言在学习。好，然后这件事情呢，在程式教育也有，其实就是这几年前有人就在讨论这个叫 AI pair programming， 就是 AI 一起跟你写程式。好，这是我们等一下介绍这个 Copilot、GitHub Copilot 的一个方式。然后上次也跟大家提到最近提到这个 Vibe Coding， 这个讨论也是蛮越热门，就是纯用聊天的。那这个 Vibe Coding 上次跟他聊过，就是最近有一些讨论，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好像我们开发者呢就沉浸在这个 Vibe 里面 ，AI 的协助，然后透过语言这样好像我们已经不用太对于程序码很多细节要一直每一个字码要去关注它，
常常觉得这可以了，他写得很好 ，OK accept， 然后我们在想就这样，然后特别是他们还特别提到就是用讲的，好，这个等一下跟大家聊到，就是用 chatting 的方式已经可以完成专案，这种感觉就是这个时代突然出现了一个程式的写法这样。我说你们也可以去查一下，就是像就是有一些我们大家有记得一个事情，结合一些就是语音辨识，就会变成用讲，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些可能手背没办法，像那个微软他们有一个影片，就请他们一个工程师是有一只手是有残缺的，他讲对我现在程式已经。对不对？已经不用真的什么两手在键盘上要做什么事情了。我有想法，我有知识，我有那个，我就可以很快的去实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个也跟大家聊聊，就是这个也是一个目前的一个讨论趋势。那有慢慢很多影片，我们上次讲之后又开始有一些实作的影片也好，或者是这个矽谷的这些。那个工程师啊，也有开始在讨论这件事情。只是说讨论当然就是会闲聊，就会引骂，就是很多工程师开始酸。我就指一个说，这个 vibe coding 是 in the future unless you need to vibe debugging， 就是你就想这个，对于一个资深的开发者一样，这么信任用这种方式去开发程式，那个品质一定没办法很好的保证，而常常可能不小心在这个过程你 plumbing 不好，为什么各种因素介入，让你就是没有达到很好的效果，加上我觉得底层的是一种心理威胁感，就怎么可以程式是我们以前要花多少时间刻出来的，现在用这种讲一讲你就可以。我想在座，如果你有写程式，当你程式到一个程度，看到这个时代变化，你也觉得好不爽，怎么可以这样啊？好，不过我在这边要提的就是说。因为大家是学习者，我们不是一个开发者的角度在看这件事情，因为我是在想学程式这件事情到底有什么可以不一样？他跟开发者不一样，开发者就他早就学了好几年的程式经验啊，那只是一个突然一个很厉害工具，那更好来让我更快一点，我还可以沉浸在这种对不对很快的高效的骗老板的状况之下。但你们不是，你们刚刚进入这个领域，学程式是一个学习者的角度。然后呢，我就这个是 GPT-4o 给我的评论，我就跟他说，我想要去 propose 这种新的学习程式的想法。反正是我们是 VS Code， 我们就知道 Vibe C coding 怎么样，他就给我一个很棒的赞美，我很感谢。这个你们读一读这个英文就觉得，好像这样一个 proposal 是一个很美、很值得的思考的一个方式这个境界就是我其实慢慢想要传达，希望你们在这一代学习这样，其实不止程式，你会慢慢衍生到学习各种知识。现在程式是你们碰到一个以前来讲对比较陌生不习惯的学习的 subject， 那现在你可以试试看这种方法，就是进入一个人机在一起的学习状态，因为感觉那个流那个同步的感觉，他在帮忙我也在这个过程中成长，然后我也某一下帮他产生更好的东西过去，就是那一种也是某种vibe。好，讲得越来越抽象，对不对？我就想说好继续发展，我们把它发展一个理论架构，你们就比较相信再让我再废话几句，因为这件事情我想迟早会在程式教育很多教育都会提出来的东西，就是我们有没有可能有什么一个比较适合的学习理论？好，第一个，你把它当成是很像自然语言，但自然语言复杂多了。可是因为现在 plumbing 也就是自然语言，所以它已经有点混在一起了，所以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类似自然语言方式学习。学习什么？我们上次提到，我们不是先会写作的。你学英文不会最厉害，你不是先会，就是你最强的能力出来，大部分都是读嘛，对不对？所以理解优先，把程式码当成是一个可读的语言，不是一组动辄处说的逻辑。你先慢慢去习惯读程式，然后透过 AI 来帮你解释它的功能、它的原因、解法，慢慢的有感觉，
自己想要玩看看、写看看、参与了也没关系。好，这个不是以前我们常常是要去记那个语法，然后才开始去那个写程式，常常就很多同学很痛苦。第二个情境学习，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堂课一直很强调大家，你要在专案里面体验，你不要用传统的方法，觉得我就是学程式，然后练点小 exercise， 然后我也不知道最后做什么，又要用专案来带你学习，这叫比较像是你要做什么事情，就是一开始复杂没关系，你先把它切成小小的，然后这小的东西可能就涉及到你现在学习程式的项目，比方说你现在学的变数，你现在可能学的回圈，那有变数、回圈或甚至一点函数观念，你其实可以做一些小的专案，然后透过那个专案再更去成长跟互动。好，这个是所谓沉浸学习。然后这个 AI 是作为共学共创的伙伴，就是因为它是这个语言是它等于像它的母语一样模拟一下母语，所以你让一个母语者跟你互动这件事情是相当重要。所以你重点是什么？你要去学习那个概念，先不要花太多时间被细节绑住。我不是说再回到这个点，就是绑住细节不是不好，而是它常常会让你打退堂鼓。就像你们大以前有学程式经验，就是学到一半好累哦，那种，对不对？那没感觉，就算还是学英文比较好玩，对不对？但你现在把它当成就是一个自然语言，去学那个概念，先学那个概念，它到底是做什么？他只是用这种方式讲出来，他讲的方式比较看起来好像比较死板，不像我们那么生动。可是基本上就是先把那个概念要做的事情，意图，先把它弄出来。好。然后呢？这个我知道你们这种学习理论应该不想做，但是我把它列在这边，就是以后有些人要挑战的时候，就把这个理论，你看这个有相关的学习理论是在讲这件事情。回到这个，我们要把学习跟开发分开来，因为就开发者而言，他可能好处是说，这样慢慢越来越挂号起来。现在也许他们会有挑剔，我相信程式迭代速度一定是非常快的，一定是非常快的，能力一定是再往上爬。那有一天呢，就是减少我们都 coding 的繁琐工作，你可以专注在更多的创意跟设计上面。对学习者来讲，我觉得很重要，就是降低学习曲线，就是每个人其实都可以，人人有 iPad， 人人可编程，人人可以打 code， 那个 AI 素养会进入到这样的状态，因为你没有那么多的恐惧感，就是你可以不需要那样的恐惧感。等到你们以后下一代弟弟妹妹，我想他们在碰到程式的时候，就跟你的学习感应该不太一样。当然，它的挑战是这样，就是特别对开发者而言，我们刚刚讲那个品质可能有问题，你要去 debug， 你要花到更多的时间，我相信那也有可能是不小心会过度依赖，就我们刚刚讲就让它 accept 这都可以了，结果最后呢，他好像是在做别的事情。有一天也许是这样，我们现在的 AI 是很乖，对不对？你被 align， 程式上你能够保证它有一天丢出来的code让你对没问题，对没有 bug， 但是它其实在做另外一件事情。如果你没有真的去审慎去看它，你可能依赖它的给你的东西，那你维护也好，扩展也好，产生比较严肃的应用有可能有问题。所以这个是目前的我觉得看到的这个所谓新的程式的方式的挑战。不过呢，好，我看看，好，我还有2页把它讲完，我们再休息一下。就是我知道这个反正就是有点，反正理论东西大家不想听，但没关系，你就想看这几件事情，把它串在一起。你要学习的重点要抓到，就你要做什么不要一开始去设很高的，老师我要做一个怎么样，比 Google Translate 还要厉害的什么，那个真的可以放弃。就是你先务实点，我大概要想你做什么，但是我先从小的东西当专案，我要做这样的专案，然后呢，我要进入一个这个 Vibes in Coding 的学习法，就是我开始让他一方面接触阅读，当然就是说像我觉得也能够有时间去看书、看例题、看这个 Data Camp 课程都很好，那就是一个我们传统的训练。但你要多一点，记得，因为那个过程你不想你好累很排斥或什么，可是你可以开始跟他互动，去理解，让他生成程式，去理解，然后再去参与，去改它，去疑问，然后再去创造。我等一下再有一些细致的东西怎么做，再分享给大家。但是
有几个重点阶段抓到的话，我觉得你们会很快以你们的才智会很快有不一样的东西跑出来。好，这个我就先跳过。好，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然后如果你的那个环境工具还没有完全装完的，请等一下确定可以 OK， 那我们下课开始我们就来一堂实作课这样。好 ，OK， 好，先休息10分钟。好，我们可以慢慢开始。我看，好，我们就是刚那个环境工具，希望大家 OK， 我们可以的之后，其实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现在所谓开发环境我们就有时候它不会叫单纯一个 editor， 是因为它会整合很多东西，就像是我们等一下看到的一个 VS Code 这样一个开发环境，所以他们有时候大家比较常讲就叫 IDE 这个整合性的开发平台这样子。那么现在 AI 的成本越来越多，像大家可能有些人会听到 Cursor 这种，像它一开始就是打着这个 AI native 的 editor， 或者最近有点蛮红的这种 Workshop 等等，我们就不太多谈这些。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来试看看一个叫 GitHub Copilot。那 GitHub Copilot 的好处是这样，就是因为前面讲的这些都有叫做额度限制，免费的额度限制。那 GitHub Copilot 现在是应该也开放 free 的，特别是如果你是我现在有点不是很确定，就是我开放好像是最近的事情，但是以前你们可以去申请那个校园版，你们有学生的 email 账号的话，你就可以没有什么额度限制的在使用这样的东西所以我就是比较建议大家也可以来试一试这样的这个 AI 的辅助工具这样。那它的功能当然就是说，我们等一下可能就会看到说，所谓程式码可以帮你补全它可以生成可以做侦测那可以甚至帮你写文件那它有多语言支持，就是多的程式语言支持。可是现在 Code Switching 我觉得等于是说自然语言跟程式语言，甚至你写的 Python 你要把它翻译成什么 Java， 这也不是什么太复杂的问题了。所以现在的那个语言之间的互动其实蛮那个。好，所以我们现在来我怎么拿着麦克风边讲？好，我大声一点好了。我们现在试看看，就是大家，假设你已经安装好这个 VS Code， 那跟 Python 的话，你把它打开来，我要想请大家来安装个 extension， 就是你们打开的话，程式就是画面大概长这样，但左边你们先去有没有看到这个框框？这个叫 extension， 把它按一下之后呢，在这边你可以打 GitHub。然后你们如果打 GitHub 的话，就可以把这个有一个叫 GitHub Copilot 跟 GitHub Copilot 的 Chat， 把它安装下来。就是按一下 install 就可以了，这边应该有一个 install， 把它按一下，然后就可以了。好，大家先看看这个有没有问题，懂我意思就是我在讲，如果你进来这个画面有点不熟悉，你就看左边，应该预设在左边然后去找这个一个叫 extension， 你也可以改成中文，我忘记在哪，你也可以把界面改成，但就是这个框框这边。有一个叫 extensions， 然后你在那个搜寻视窗里面去打 GitHub， 你会看到 GitHub Copilot 跟 GitHub Copilot Chat， 然后就是把它安装，看看有没有问题这样。那个助教可以帮忙大家看看。所以如果你安装好之后呢，就会右上这边会看到一个蛮可爱的一个小的图示。你也可以把它打开来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先这样子就好了。好，大家都可以了吗？还有东西还没装起来的吗？举个手。可以好，那我往前好，我们
们回到这个画面上，你又在这边是不是可以看到这只我们暂且姑且叫它小猴子嘛？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你把它点一下，它就会在你的旁边了，所以你一切就变成跟它互动。那我也可以跟大家提一下哦，你如果左边这个画面，你假设这个 VS Code 不熟悉，慢慢熟悉没关系，但你基本上现在会用到的东西功能大概比较固定。比方说你不想让它跑出来，你可以，或是你要看看你这个档案在哪里，你都可以就直接点那个 icon 或者是如果要把它取消掉。苹果是 Command 加 B 就可以把它视窗关掉，你也可以在上面可能有一些 View 的地方，自己以后把它弄熟悉一点我不知道 Windows 是什么样把那个视窗，但就几个简单的快捷键，你可以自己记起来，让那个画面操作比较方便。但原则上你看，就是它就在旁边。好，它旁边有一个小地方是你可以先拉下来右上角，会看那个 GPT-4o， 有没有？是吗？对不对？它应该是现在免费送大家可以用 GPT-4， 只是说你在这边问的问题主要还是会跟程序有关你要把它当一般的，好像我没有完全试过，可能不见得可以。不管怎样，这个模型你还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模型的选择，因为你可能没有我这么多，但是因为它是免费，所以你甚至之后你可以到你自己的 GitHub 的页面上。你不见到现在做，因为其实 GPT-4 我已经够可以做了。那只是你在你自己的 GitHub 的 Setting 下面有一个 Copilot 这边你可以自己来把其他的模型都给它 Enable， 那就有很多模型，比方说 Cloud 3.5的 Sonnet 这个3.7也可以，或者是 Google Gemini 的 Flash 都蛮新的你又可以一起来实验或是使用这样，但是你现在可能不需要那么多，因为一个 GPT-4 你就可以开始做电信。好，我们来，可以的话，我们来做一件事情，初步体验一下。我们来开个新档，然后用这个档名，就我们跟一起做的话会比较有好处啦，不会不然到时候你自己可能有点慌乱。我就假定大家你会建新目录，会吗？就是在一个什么档案夹或者什么也好，你可以自己开一个课程的档案夹，比方 GenAI 或 Humanity， 然后你现在要开启新档案之后呢，你可以这样子，就像 File， 然后打开一个 New File， 你甚至这边就有个 Python 的 File， 有没有？按了之后就这样，对，这就是一个新的档案。再懂意思吗？我把它放大一点，就是档案，开新的档案，开新档案里面有一个选择，就是一个你可以选 Python 吧？有没有看到这个？有吗？好了，就选之后就这样，然后就是一个新档，还没有存档，对不对？你可以把它存起来，存起来你可以 Command Save 或什么，或是就是怎么讲？这个叫什么？你也可以再用滑鼠去这边有 save， 对不对 ？save 起来之后，只是说请你把它存在某个地方最好是以后你课程有一个自己的专有的资料夹，你把那个档案存在下面好，假设这样，我也照做一次就是 new file Python file， 然后我们把它存起来，week 4我有同名，所以我先把它存在这里。好，就这样。到目前可以吗？可以吗？好，然后你看，我们来玩一玩神奇的事情。你们会注解，对不对？注解就是按一个井字号，找得到吧？就是在3的那个地方。好，你按一个井字号，然后呢，就写这样好了，就是我们随便写一个叫，等一下网络断掉，等一下我不是我不是确定这个网络好，我先跟大家讲，就是你们自己看到的画面应该是
就是你只给一个注解的话，它应该就会跑出这样灰色的建议，对不对？你们有看到吗？假设你们就是开个档案，就是 week 4打开，你只是下个注解，或者甚至你可以更详细一点说，我要我的第一支 Hello World 程式这样，它会就直接帮你这个做这种程式建议，就是像灰色这样的，就是 print Hello World， 你就可以直接按 Tab 键，那个程式就那一行就结束了。那你可以把它存档起来。等一下啊，这样。我不知道为什么是 demo 都会不动。好，你看就这样，就是写一个注解，然后我是不是就按右键？然后这时候你把它存档起来，先练习一下那个 VS Code 的界面。我把它存档起来之后，就像刚刚讲说，我存在我自己一个目录。好，存在这个目录呢，你可以确定这个程式可不可以运作。你当右上角这边有一个简单的这个箭头，你可以第二行有一个 Run Python file 有没有？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拉下一个 Run Python file， 你可以把它按下去，它就会执行。你就看之前真果在这边 Hello World 的下面，它会开启一个终端机。大家懂意思吗？好，你没有看到终端机吗？就是终端机就是可能在下面出现的一个画面，有吗？有。好，另外一个执行程式的方法，如果你们在本地就不熟悉的话，你可以只是说要一点点。假设你刚刚那个目录是在 Coding Lab 这边啊，那我们一样可以在指令列里面做这个执行，那个结果是比较干净一点啊。如果用指令这样执行的话，不然你一开始都不习惯，你也可以在这边去做这个 Run Python 的动作，这样就是一个。基本上就像一个第一支程序一样，就是写程式、执行程式，然后这个 flow 先了解一下就好，可以吗？好，如果大家都可以的话，现在比较有趣的是在这里啊，就我们以前程式就是这样啊，自己写日，然后现在问题是它就是有一个Copilot在旁边一样，它就开始给各种建议啊，然后这个建议或想法会超出你的程式能力，就我们说 comprehension plus one。就是比方说我假定你现在没办法写井字号游戏，假定也许你们会了，但我们就假定这样。就是我这边假定的不是，是比较像一个语言学的例子。就我们想说我们来写一个程式，我问大家这程式你们会不会写？这个程式要做的事情就是给它句子或一个词，我要把所有这个字串里面所有的母音拿掉，然后拿掉母音的剩下的字串把它印出来，所以比方说 Hello World， 它就会 output HLL， 然后 WRLD， 这样程式你会写吗？到现在还不会也没关系，你就把这个指令打进去，甚至我说你打第一行的时候，它应该就跟你知道你要做什么，你打看看。比方说，这是刚刚回到那个有没有这个画面，然后在那个注解的这个地方就开始打刚刚的那句话，就是这个。那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你们都不动。好，又开始了，好了，运作了。好，其实我在写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已经在读我的语义了。我还没有讲完我要做的事情，对不对？我只是说，你现在写一个程式，把这个字串里面所有母音拿掉，然后继续要讲的时候，他已经说 and print the string without vowel， 他已经觉得我好像要做这件事情，被他猜到了，好吧？那我就只好怎么 tab 键，就这样，对不对？你们有没有看到类似的？如果你们那个给 Copilot 在运作的话，他就在旁边看你，就是有没有？你应该在
Chat Edit 这边下面会看到你的档案 Current File， 它在读你的档案。好，就是刚刚提到我用那个投影片先跟大家讲好了，就是我们在讲到这个，如果你先习惯一下跟他的互动的方式，就是你甚至不用在那个他旁边的那个视窗说你要做什么也可以啊，就是如果你直接在旁边视窗讲说我现在要写一个，这个程式可以把那个母音拿掉的，字串里面的母音拿掉的，然后它也可以开始写啊，你可以用中文应该没有问题。然后只是觉得发现你现在在视窗原来的写作视窗里面，它就有建议，然后你就按 Tab。那我说我刚刚练习的就是执行的方式。那我们刚这个，因为我现在，真是糟糕，它也当掉了。好，没关系。大家可以吗？就是我没办法现场，我现在网络应用就当了，所以我没办法现场给你 demo。但是那个概念就是这样，就是你可以在这边用这个 chat 的方式啊，这样啊，刚好我之前有跟他互动，所以你这样，让我们来练习一件事情。刚刚提到说，我们到现在程度也许还没有办法完全的写好一个3×3的井字游戏，对，那么。也许快要可以了，但是我们读的话大概读得懂，但是自己写可能会花点时间，跟会有错，所以你直接在 Chat 这边啊，就刚刚那个程式，你也可以把它注解起来，大家知道吗？就是注解就是，或者整个删掉没关系啊，就刚刚你那个 V4， 然后你现在在右边这个 Chat 来写说用 Python 建立3×3的井字游戏，你甚至也不要讲用 Python， 他也知道你在用 Python， 所以就是说我要请你建立一个3×3的井字游戏。就这样，在旁边这边跟他对话，选这个 chat 有没有？然后就是问他，然后他就开始去实做一个 tic-tac-toe 的 game， 然后就写一个程式，对不对？写一个程式之后呢，你其实在这边就可以把它，你看这边有几个选项，你可以直接把它第一个扭的意思是说我直接把它按下去之后，它就跑过去，就是把整个 code 贴在你现在的这个 V4 这个档里面。你原来里面有什么东西，你想再插在哪边，你可能就选择第二个图示或者你只想把复制贴上也可以，有很多种选项，我们自己可以慢慢我现在网络让我无法动作，这样可以吗？大家目前就是你们有没有可以成功的在你的 chat 里面？可以有一些跟他的互动，就是说你第一个你可以，我们刚刚讲的你不太会写，但是你可以先让他把一个基本程式写出来，对不对？然后我们说我们可以把它贴在这边，对不对？贴在这边之后呢，刚刚的那个大家的那个程式执行的方式记得吗？就是你可以在这边拉下来 Run Python， 对不对？然后你就看它下面是不是有一个。我把它拉高一点，是一个井字游戏就跑出来，有没有？你们可以吗？有，就是成功的可以让它 run 出这个，不管丑不丑了，井字游戏的同学举个手。好，那其他同学是卡在哪里？那个助教可以帮忙。先把这个流程熟悉，先不要担心这个程式我可能看不太懂，或者是。你先把这个流程熟悉，就是你教他做一个游戏，就3×3的一个井字游戏，跟他让我们来玩一个这样的井字游戏。然后呢，产生之后呢，我说你可以把 copy paste 或者是直接把它 apply 它到这个你的 V4 里面去，对不对？然后现在只是说我还不要去改它，我要确定这个程式看起来这么好几行33快要40行的程式，我也不确定。会不会 run， 我就给它执行看看。执行的方式我就跟大家讲，你有一个箭头在那边拉下，有一个 run Python file， 或者是你比较懂的指令操作的话，你可以在终端机里面去 Python 这个档案。不管怎样，你会看到一个这个画面，对不对？然后你就可以开始来玩比方说，它的意思是什么？在 row 的0、1、2嘛，然后你是 X 玩家。
那你可能假设我是说我在第零，我假设输入0的话会怎么样？那0是我是第0个 row 跟第0的 column 的话，那它就会有没有？你看在左上角的那个有一个 X 出来了，就开始玩这个游戏了，对吧？我停一下，大家可以先试看看。好，就是我再讲一次，就是说如果不熟悉的同学，我们只是在右边这个 chat 这边，对不对？我跟他说讲了一句话，说我要建立一个3×3的紧致游戏，那他就把程式写出来。程式写出来，我说你可以把它最简单 copy paste， 或者你直接把它 apply 都可以。这边有一些钮，然后贴过来之后呢，这个程式你要执行嘛，对不对？你都还不知道，先不要急着说哦，到底程式什么意思？我就要确定它可不可以执行。我们就执行它，执行的方式就是在这边有一个箭号拉下来 ，run Python file，run 完之后你就会看到这样一个类似这样一个紧致游戏3×3的。那只是这个玩法，那应该就是我猜是2个人，然后你要给说你现在在第几行第几列，它的编号，这个应该大家知道，紧致游戏会玩嘛？对，它现在编号应该是0110嘛，是不是012啦，对不起，然后012，所以我第一个下的，假设我 x 在这边，我就是先输一个0，第0个 row 跟第0个 column， 它就会打叉在那边，对不对？你可以试看看啊，然后看玩个2回合，确定这个游戏 OK 的。然后这个刚刚是 player X， 对不对？它今天有一个 player O enter the row， 我一样。那假设我们要在这里，那请问我要输入什么号码？啊？就是你看看我现在画面，我把它弄大一点。我现在是不是你看我的 X 已经在这个地方了？然后第二个玩家，我现在假定要放这里，我要输入什么？第一个要问我说 enter the row， 这边是什么 row？ 0嘛，对，很好啊，0。等一下0在上面。然后 column 呢？1嘛，对，很好 ，enter， 好了，你看它是不是开始玩？那就把那个0打在这里。对不对？就这样，这是一个很阳春的紧致游戏，可以吗？你们我先确定好，没关系，我们今天时间比较充裕一点。那先确定，大家可以卡在哪里，请助教来帮忙看，没关系哦，不要不好意思。我们今天刚好留一点时间可以实作感。好，如果其他同学觉得你这个游戏只要玩不完，或者是不想玩，好无聊。你可以记一个指令叫 Ctrl+C 就把它中断。你的电脑 Ctrl 在你的左电脑键盘的下方左2，如果是苹果电脑 ，Ctrl 加 C 就可以把它退出。啊，就是我不要执行这个程序了。好，然后退出之后，我们来玩一个别的游戏。就你觉得，我可不可以不要我自己当2个玩家，对不对？我说我现在要电脑里来当成是跟我对战，我就说那我要让 O， 刚刚不是有一个 X 跟 O 吗？我要让 O 这个变成是随机选择空位的，或者你就说随便你怎么讲，就是讲得清楚就好，就是我要让你来跟我玩，或者是变成就是你也可以把这样我这句话讲下去，他就开始继续写，把这个程式改成接下来是他跟你对战。或者是你说你也不要这样，就是说我要把那个3×3改成4×4，比较刺激一点。对，3×3这样大家一下就知道怎么那个秘诀。我来4×4，那你就这样继续讲话，就是把这个紧致游戏调整成4×4，然后最后就再改，啊，把这个程式。其实这个时候我当然觉得目前这个阶段可能你们插程式会比较版本对照很复杂，你就把原来程式都删掉没关系，然后把这个程式复制贴上。让你同时又有一个新的程式，我们到这边看看可不可以 run 好了，有没有？就到这边，就选一个好了。你要让它变4×4，或者是你要让它变成那个 O 的是一个电脑的玩家，
然后一样，然后改完之后贴上去之后呢，你要记得要把原来的删掉，这应该，如果你们比较还一开始就是把它先删掉，把这程式复制上去，然后存档要记得存档，再来执行，执行就一样，就是 run Python file， 对不对？然后我们把它那个好了，我看一看，我们一起做。好，然后就如果一概原则上这种程式它会错，然后它就会变成4×4，对不对？然后那个它的单位就会离0到15，我猜它就是所以这样编码嘛，对不对？0、1、2、3、4、5、6、7、8、9、10、11、12、13、14、15，它的0到15就是这个意思了。然后就开始，我如果要在0的地方放我的，然后我 x 就放了，然后你看我放完之后，你会发现它立刻已经在这边放了，表示那个电脑玩家它已经开始跟你玩，对吧？可以吗？就这样跟他讲，我要现在游戏改变任务，就是我要变成有电脑玩家，然后我要4×4，你要5×5也可以啊，都可以。啊，确定这样是可以执行的。我们先到这边，就先让大家把这个流程先感觉一下，先还不急着读程式。我先确定每个人这个 flow 可以。可以吗？那个助教都可以帮忙，大家不要都可以吗？你如果就是可以的话，不知道要做什么，就这就是你看你要怎么学。比方说，你可以跟他讲，请把就是把程式都做注解，就是像这样，告诉我说这个方选在干什么，我干什么，他会上面做注解，或者在旁边做注解。如果你觉得这注解难懂，没关系，你说这样，比方说这个是第6行到第9行，对不对？你甚至区块起来可以。或者是你直接，你看，你有没有发现我区块的时候，你发现没有？右边加你这个，已经不一样。你有没有发现？就我这边假设把它 mark 起来，它这边已经知道我把6到9 mark 起来，那你就可以说什么呢？回到那边问，这一段程式在干嘛？对不对？他知道我要问他的地方。我都不用跟他讲第几行。不过他没有完全的那个，他把程式重新解释一次，从第4行开始解释。我应该指定跟他讲说这一区或者是这个 block， 他这一段他可能把它理解的中文问题，他可能觉得那整段程式在干什么，所以他从第1行就是第一个那个第4行那个 board 给设一个变数，对初始化这个期刊开始做起，然后就讲，然后你记得。这个就是我还要继续讲。如果你觉得不清楚，你就继续问。就是你甚至觉得，我们刚刚有一些策略，包括你想说，那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写？为什么？假设我现在不知道，还没有学到 for， 你除了让他解释 for 回圈什么意思，那就有别的方法来实做这件事情，还可以给一些建议。好，这样可以吗？好的，这个井字号有点可能对大家比较难一点。
但没关系，这我用意就是像我刚刚说这个，我们可以在那个 Copilot 的 Edit 上面直接问他说第几行到第几行在做什么，他就可以做一些解释这样。然后其实以后你们快一点的话，有些快捷键可以用，在那个 GitHub 的 Edit 这边直接打一个箭号，就在那个下面那个视窗有没有？直接打一个这样一个斜线，就有一个常用的功能。这个以后你们用的话就越用越快。好，这个我就不试了啊，这个可能要装一点东西，就是你有没有发现下面有一个麦克风？你录完的话，开始，就是开始听你讲话，你就用讲的，就变成叫讲程式这个，但是这个要安装一个那个语音的扩动功能，我们现在就先不管。我还是不希望大家现在用讲程式的，我们毕竟还是要。好，这边我就列了一些这个 Copilot 的 training 的课程，然后最近比较可怕就是 Copilot 它变成 agent 的这个。现在你这个 VS Code 还没出来，但是它另外一个开发版叫 VS Code 的那个 Insider 已经可以用了蛮可怕的。就是它已经变成 agent 的意思是说，它不是只有在帮你看程式写程式，它可以跟你的机器做互动，它可以跟外部的资源做这个互动，所以整个那个能力会增强非常的多。好，那我接下来就是讲一些就是我们刚一些学习的方法你在回去可以再细读，我觉得比较时间关系跳得比较快一点。就是回到就是我帮这边有整理起来那个 prompting 的句型，就是说我们在这种学习上也有几个关键，包括理解程式、修改程式、去创造去反思就是去想说，那是不是只有这种可能？有没有可能别种可能？因为我现在可能还没学到。或者是我只有学到 for， 但是我没学到 while， 那这两个有什么差别？你可以换一种方式写给我看嘛，就是类似这样。这个学习是这样互动，不是像以前大家看书，他说要这样子，那个是什么？所以我这样子练看看，然后就没了。你要越早进入这种互动的概念，你的脑筋就会越灵活在学习这些事情也不过就是用我们刚刚讲一些 prompting 的技巧包括那你请解释这一块在干什么？或者这里为什么要用这个 while 不用 for？ 那给我一个简单的范例好了，比方说 dictionary 还没学过，他用一个 dictionary， 那是在干什么？他说是 dictionary 什么东西呢？那可以给我一些例子吗？这个过程会很快，就是让你看书的时候，因为你要阅读，然后要消化，那但是你用这种方式学，就是 on the fly 搭配当阅读是最好，那你可能会程式的能力会进步的非常神速，我觉得。好像这个修改我就不提了，就把这部分改成然后会怎么样呢？创造什么反思怎么的。好，最后我想让大家再做一个练习。这之前我先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那个 data camp 就是我还是希望大家如果有多一点时间阅读是比较，虽然说比较传统，但是它的资讯量会比较完整跟一致。所以你有时间你就还是去线上课程上或者是那 data camp 我们已经我刚刚看这个，我们可以在后台看大家所以。我觉得目前大家好像还蛮不错的，我只是特别想要表扬一下。有同学我觉得好认真，我认识一下，谁是 RJ 张？有在场吗？不来都在家里学就好，也蛮好的。我们这有排名，他已经完成了14个 chapter， 3个课程。就是不简单，他们也花很多时间，所以很鼓励大家多使用这个资源然后刚刚我也想要确认一下，有没有同学是用到比方第一章之后，他就说要收钱，帮你锁住的状况，有吗？一位，其他2位。所以我们可能研究看，因为这是我比较当初有点担心，就是因为我们的额度的关系，他会不会是因为额度就自己做调整？不过我们再观察看看，如果有问题，同学可以写信告诉我们助教，我们来想办法这个是那个资源的部分然后再来就是如果我相信在场有些同学可能很想要多了解，就觉得这个程式速度可能可以再快一点，你想学更多，我很鼓励大家
第一个去那个 deeplearning.ai 哦，我这个连接放在这边，那是一个免费的、品质很好的线上课程。哦，我们其他之前在上比较就是非导论课的时候，也会常利用这样的课程让大家去辅助自学。特别是我选的像这2门课就很跟大家目前特别有关系，这个 Prompt Engineering for Developer 或者是 Pair Programming，跟这个大型模型的这种 Pair Programming 的学习方式，它课程都很短，很适合你们的习惯。它不长，但是都很精简。啊，如果又免费，你就可以用自己的 email 去注册。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4月5号，我们会开设那个 NVIDIA 的深度学习工作坊。那这个应该是线上，因为人数比较多。那好消息是，我问过辉达，他们可以接受这应该是对线上同学是好消息，就是非台大学生也可以参与这样一个工作坊。那只要有修课就可以报名。那我们会应该是这一礼拜就会把那个报名表单再寄给大家，请大家再手写确定你的可以的时间，这样。不是可以的时间，就是有没有意愿参加，这样我们要确定人数。好，其实我今天还是想让大家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井字游戏，你可能比较没感觉。我们现在来玩一个叫文字冒险游戏，用这个 Copilot 来帮你完成。你们先在这边有一个，你们有课 slide 连接吗？在 NTU 库上你按这个 Colab 连接，会连接到这个程式。我看看这个过程，你们就可以熟悉一下。我再跟大家讲一次，就是在这里有一个 Colab 连接，然后按了之后会开启你们比较习惯的 Colab 环境。把这个程式直接不用副本，直接把它下载下来就好了。下载成拍嘛就好了。然后你就用你的 VS Code 刚好练习去开启这个档案，可以吗？好，现在试看看。先把它下载，然后可能用这个档面。好，如果这个应该没有特别问题嘛，你们把它下载之后打开来，对不对？打开来之后呢，来执行看看，看它变什么样子。它的档案就是做什么事情呢？其实这个程式你们就可以，我觉得慢慢可以看得懂还有就是几个 function， 然后几个 if 的回圈，然后接下来就是文字冒险。你身处在一个森林中。然后你看到左边，前面有2条路，你要左边还是右边？那假定我打左边，那他就继续问，就是几个回圈，然后最后可能就会怎么样？好了，你也不用真的玩，我玩到后面很久时间，但他可能就结论就是你可能是。到达对岸啊，或者是有光芒闪烁啊，什么，那获得的胜利啊，对不对？好，那你看看这个程式，我们来回来看这个程式，就是先把它 Ctrl+C 把它结束掉，然后你看这个程式，其实应该对大家现在目前的就不太难，但是。或是如果你觉得有点难，你也可以直接用刚刚的方式去问。假设那个 choice 等于 input 这个你还不知道什么意思，直接问他，对不对？把区块起来，或者是我区块的这段程式，我程式第三行在做什么，等等等等。我现在大家做的是这样，我们来玩点创意，这样就是你要让这个游戏变得更好玩一点。你有什么办法？但因为时间关系，我自己本来想说，你们没感觉的话。你们最喜欢那个什么叫什么 MBTI 测试？你就想说告诉这个 Copilot， 我现在要改这个游戏，
我要把我 MBTI 的成分加进去，或者你可以多一点描述，我不知道他怎么理解，但是我的测试是 OK 的，就是说，比方说让他去想办法去，他应该也知道 MBTI， 所以会变成说啊，你如果走这条路人，走这条路人，走这条路人，最后他是什么 I 型人格或什么的，假设是这样，这个是我一个建议，你们可以试看看，就是让他去，你有想象力，对不对？文字游冒险可以结合人格测试啊。那假设是这样，我来让 AI 跟我一起完成这件事情。你甚至也可以不用在这个意下，你还不知道它写什么，但可以 run。但是你想要更细部理解，你就可以开始去改它。也只有在跟它这种互动过程中，你也容易更萌生更有趣的意创意跑出来，可以吗？我们先还是留点时间给大家玩看看。我先确定大家是玩得起来，之后我们这堂课再先下课。懂我意思吗？啊，你可以在旁边这边 chat 的这边跟他聊天，聊说这个程式我要把它改成有 MBTI 成分，啊，或者是你自己要下什么 prompting 让它或不一样的都好，试看看，然后让这个程式可以 run， 这个游戏是可以 run。有人要分享你们的那个吗？或者是成果吗？可以跑程吗？就是比方说，我很快，时间关系，我很快跟他讲，比方说我们刚刚讲啊，假设我就是单纯想要把 MBTI 的测试融入到这个游戏，就有一个 require 在这里，然后他就开始做一些设计，但是他知道后来，反正他有他的想法了，就是在后来做一个问题的选择，然后玩家如果回答是问题，就会对应到一个维度，然后就算出你是什么，你的 MBTI 的类型是什么。虽然这个小游戏只是小小的游戏，可是你要想说，你习惯了这种方式去学习，啊，就是利用这个Copilot去学习。那个第一方面有趣，触发想象力；二方面，这个速度感会跟你原来的学习的方式不太一样。然后你越少习惯这种互动方式，你可能会有一个不同的学习速度跟层次啊。好，先这样啊，就让大家反正还没玩的玩看看，然后把这个反正第一次接触 VS Code 跟 GitHub Copilot， 把这种 working flow 先感觉一下，然后我希望大家在这种感觉下，搭配着你的阅读跟练习，或者是专案，记得专案就是还是又回到说，假设你就问他，你有一个很大专案想要做，但你想要逐步完成，那第一个专案，我目前你甚至可以跟他讲，你现在的程式的程度大概学哪些，请他用这个程度的程式来试做看看，可以吗？对不对？试做之后，你原则上你应该看懂，看不懂再问，然后慢慢的你就越学越多，你再跟他讲，哦，我现在又学了这个，你可以程式再改成我要那个样子，然后就是阅读、修改、互动，然后反思。那我又多学一点，或者什么这个要这样吗？或者呢，就这样，你会发现很快一个专案的样子跑出来。啊，重点是在你要做什么，对吧？又回到这，到底你要完成什么事情，而不是这些细节。这些细节你可以慢慢学，慢慢懂，当下懂都可以。可是还是回到你到底要干嘛，对不对？回到这个文字冒险游戏，它也可以很快就读懂，或是这样东问西懂，大概知道这个 if 在干什么。但是你要它变更有趣的游戏的话，重点是你要，当然你也可以问他说，你希望让他建立一个有趣的什么，但是提醒大家，就是如果你到后来都是在做这件事情，就是他在给你工作。我一开始讲，对不对？你觉得他这样不错，好接受。那你可以这样吗？告诉我，好接受。我拿它去交差，我拿它去做期末报告。那这样就是他在给你工作。我不希望大家是从那个方向去学习，这个就是过分依赖，对不对？但是你自己想要干什么？跟他互动可以，脑力激荡可以，但是你在这个过程中去感觉这个新一代，你们这个世代的有 AI 在旁边的学习的方式，你一定会进步很快，你一定会进步很快，而且那个速度会让很多人我觉得比较难以想象，在我们那个上个世代学程式员的很难想象。好，那就停在这边啊。大家如果就下课，然后你们如果有问题可以去问助教。我希望大家把这个感觉弄出来，好，让你之后就可以很顺畅，慢慢越很顺畅去在这个过程中去学习。那因为我们接下来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我啦就是带大家做这种程式上的，我们助教还是会，可是在某一周之后就会放你们开始，就这个感觉大家抓到基本的想法有，做专案就是你们有那么强的 AI 伙伴，
在这个过程中一起学习创造是没有问题。好，可以吗？好，那我们今天我这部分就上到这边，我们休息一样10分钟，4点半再开始那个主教课啊。OK。好，那我们来进行我们为数不多的程式基础。我们可能下礼拜或下下礼拜就不会再讲这么平易近人的东西了，就靠大家在 DataCamp 上面的课程来辅助大家写程式。好，那我们进入也是很重要的回圈这部分。所以首先为什么会有回圈呢？因为我们不能只用 print 或是只用单行程式，然后不停的重复它来使用。所以当我们的今天的次数很多，或是今天的列表啊 data frame 很长的时候，我们就会用回圈来做。所以比如说，假设我举的例子都是 list 比较短的状况，因为这样比较好显示在画面上。所以假设我们今天的 list 有4个，我真的好想吃这个哦，但我一直没有机会去买。好，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有个 list， 在我们知道这里面的元素有4个的话，我们想要把它们全部列出来，我们当然不太可能就一行写一个把它列出来，所以我们就会用回圈来简化我们的操作。像我们刚刚写了4行，其实在回圈的使用上就只要写2行。那如果我们今天的元素列表有100个，回圈也是写2行，所以我们会用这个方式来进行我们的程式。所以它主要是针对一个列表啊，或者是一个有序列不同元素的东西、不同对象来执行重复相同的任务。好，所以我们主要有哪2个回圈？一个是 for， 一个是 while。那 for 的话，它适合的是次数固定的重复，就是比如说像这个 list。对，它是一个动图，它会动。那它基本上下面的那个 iter 就是它的回圈的次数，第几圈的意思。好，所以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跟刚刚的列表一样，它会怎么印呢？所以它第1行就会输出苹果，那第2次回圈就会输出香蕉，第3次回圈就会输出柳丁。所以基本上它会完整的把你这个列表，因为我今天是for 回圈应用在列表上面，它只要把列表便利完整的一遍就会结束回圈。那如果今天我们是不固定次数的，但是我们今天有一个条件设定的话，我们就会用 while 回圈。比如说像可能我们喝咖啡，但是停止的条件是完全清醒，所以当我们开始喝咖啡，还想睡觉的时候，就会一直继续喝。吓死我了！好，那当我们的会议消失不想睡觉的时候，我们才会把回圈停下来。所以我们的while回圈会这样写，会先设定一个次数，比如说我的次数是3，那这个是咖啡的杯数。那我while那一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我今天的次数是大于0，就是我还有咖啡的时候，就输出里面的这一行还剩几杯咖啡，然后再执行一行是 count 等于 count 减1，就是把这个次数减掉1，就是它是一个递减，然后直到我们的 count 不大于0，也就是它等于0或小于0的时候，它就不会执行里面那2行程式，直接会输出最下面那一行没有咖啡了。那它是什么意思呢？while回圈需要的就是条件改变，它才会停下来。所以我们中间的那一行靠减等于1，其实目的就是设定它的条件，让它的靠会一直减少，减少到最后它一定会等于0。那它在 while 那一行它就不会通过，因为它等于0，它没有大于0嘛，所以它就会结束回圈，执行最下面的那一行。好，所以它的输出就会长这样。第1次回圈，因为我们的 count 是3，所以它会先 print 出来，然后减1。在第2次回圈，它减完1之后剩下2，所以它第2次输出的是2，那第3次输出的是1。之后它会再减1，那回去就会发现它其实已经是0了，所以最后 print 的最后一次就是最下面这一行没有咖啡了。
好，那这边就只是我刚刚讲的东西稍微详细的列出来。所以什么时候用 for， 什么时候用 while 呢 ？for 的话，就是当你的次数确定，比如说你的列表的长度一定是固定的时候，就会用 for。那如果你今天是次数不确定，但是你有条件可以控制这个 while 回圈停下来的时候，我们就会用 while 回圈。好，所以现在这边有一个小小的练习，就是以下的 code 它会依序输出什么，就是每一行会输出什么东西呢？好，假设大家都有办法看到 slides， 在 NTU Code 上应该都有公开。好，那我就随便抓一个人。这个 code 它会输出什么样的东西？它第一次会输出什么？正在准备考吐司。对，它还有第一行，它还有一个开始准备早餐，这个是第一个输出的。那第二次会输出的是正在准备烤吐司，那第三次是正在准备煎蛋。正在准备煎蛋，第四次是正在准备咖啡。正在准备煮咖啡，然后第五次是早餐准备完成了。对，所以它是把那个 list 便利一遍之后，它就会结束回圈，执行下面的程式。好，那再来这个是 while 回圈，然后也是有一个条件设定，就是 waiting time 小于 bus arrival time， 这个设定是它的条件，然后它里面有一个递增的 waiting time 加等于1，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呢是，我刚刚念的那两个东西，它的用意分别是什么？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设定这两行在上面？所以我要来抓一个人 while 的那一行是什么意思？等待时间怎么样？当等待时间就是这个符号叫做小于，当等待时间小于什么？我们一开始设定的那个5分钟，就是我们再等5分钟，公司就会来。所以当我们的等待时间还小于公车来的时间的时候，它就会执行里面这两行程式码。那为什么里面要有一行叫做 waiting time 加等于1？它的用意是什么？会加到。对，它会一直加到5为止，加到这个 waiting time 它没有小于我们一开始设定公车会来的时间为止，它就会停止回圈。所以这个它就是我们设定的条件，让它递增到它可以不小于，这样子我们的while回圈才有办法停止，不然它就会无限的一直做下去，你就永远都没有办法 print 到最后一行叫公车来了。好，那我们接下来讲更多的回圈。主要的话就是因为其实我们比较常用 for 回圈，我自己啦，那它很常搭配的一个函数叫 range。这个 range 它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它会生成一个数字的序列，所以它基本的写法长这样，就是写 range 括号，那它里面可以吃3个 argument， 第一个是它起始的数字，那如果你没有特别设的话就是0。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它结束的数值，它这个序列要到哪一个数字的时候停下来。那第三个就是它的步长，也就是它每次要递增的值是多少。如果来看的话，假设我们今天要制作早餐，它每一份早餐都需要执行5个步骤的话，我们会这样写这个 for 回圈，就是每一步在这个range 里面叫做括号1到6，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要生成一个数列，这个数列会是1、2、3、4、5，因为它不包含最后那个6，所以我们 print 出来的东西，它就会有5个步骤来执行，所以它就会像这样，把步骤1 print 到步骤5，所以它就是等于是已经生成了一个1、2、3、4、5的序列，然后把这个1、2、3、4、5都便利一次。所以假设我们今天多了一个东西叫做 step， 就是2，因为我们每2分钟才要记录一次的话，那就是在这个 range 里面，这个 range 呢是从2到10这个 range， 然后里面每次都间隔2，所以你 print 出来的东西就会长这样。因为这一个 range
它生成的数字序列是24680，所以等于是你这个 range 它生成了一个 list， 这个 list 叫24680，所以它就是像我们刚刚在前面在那个小木松饼那个例子，它把里面的元素都便利一次，所以它 print 出来的东西也是把里面的数字都便利一次，这样有懂？好。所以我们刚刚做了这件事情，那这个时候我们都是在知道我们要生成多少的状况下，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天要5个步骤啊，或者是今天有10分钟啊。那如果我今天不知道我到底要预设多长的数字，我不知道这个 range 的尾巴是多少的时候，比如说我今天想要便利一个 list， 但是我现在不知道这个 list 到底有多少东西，我们就要用len 这个函数来获得这个 list 的长度，这样你就知道你要生成多大的数字序列。比如说，再用刚刚的那个例子，这是在我们肉眼看就知道这个 list 有4个元素，它的长度是4。但是假设我们不知道，我想要产生这个 list 的所有的索引，也就是0、1、2、3，而且我想要把它们全部印出来的话，要怎么做呢？那我们就邀请我们的 GPT 来帮我们做。所以我们要怎么下 prompt 的话，基本上就是跟他讲，你要用繁中讲，然后你要讲解清楚，我今天要用 range 跟 len 这2个函数来便利我有一个列表里面的所有元素的索引，索引就是 index， 然后请他要输出这个 index， 并且把我的 list 给他。所以它就会便利这个列表里面每一个元素，就是这4组字串，然后把它的索引输出出来。所以它第一件做的事情是什么？把你的 list 先定义好，这个变数先定义出来，然后它写了一个 for 回圈，它用了你刚刚指示的 range 跟 len 这2个函数，并且我今天说我想要把所有的索引都印出来，所以它这样写了。然后他大概开始跟你解释每一个东西是干嘛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我们今天要先知道我们的列表有多长，里面有多少个元素。那像刚刚那个例子，我们肉眼也看知道是4。所以呢，这个东西它其实实际上就是 range 0.4，所以它帮它设好了这个 range。所以它产生的数列，也就是我们刚刚举过例子的0、1、2、3。所以这一行的话，就会等于 for I in 0、1、2、3这个数列，并且把它每一个数字都用 I 来代替，把它输出出来。所以这一个程式码它输出的东西，就是我们刚刚要求它的，把它的 index 全部输出出来。好，那如果我们今天不只要便利这些 index ID 之外，我们还要想要把它的元素全部输出的话，就是我们今天可能会需要，比如说刚刚大家在做那个完全是猜猜游戏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输出里面的坐标，那把它全部便利出来的话，它做的事情其实只是什么？把它的变数跟它的索引搭在一起，也就是我们平常是怎么召唤取出列表里面的元素，它就怎么召唤取出来。所以这个地方还是刚刚的，这个地方还是刚刚的0123，所以每一次便利的时候，它就是把0喂进去，把1喂进去，把2跟3依序喂进去。所以它一样产生索引值，然后用这个变数来取索引，并且取出相对应的元素。所以这一段程式输出的东西就是这个。所以当你今天要取元素的时候，就是用上面那一段程式码；但你今天是要取索引的时候，是用上面那段程式码；你今天要取里面的元素的时候，就是用这段程式码。好，那我会不会同时操作这2个？可以。就只是要多学东西而已，但是他这边教你一个比较特别，而且我们刚刚都这个东西等下来走，比较特别的函数叫做 enumerate。那这个东西它可以同时返回我们列表里面的元素的索引，还有元素它自己。
那他为了标示清楚，他就写好了2个代替的变数，然后他做的事情是同时便利这个列表，他就没有用 range 的，他直接跟你说 enumerate 这个函数就可以达到你的要求，所以他做的事情是，他写了一个这个不知道怎么挖沟，然后值，然后为什么这个 value 又有一个大括号？这个东西我们刚刚都没有讲，对吧？所以我就问他说，为什么这个 print 里面有个 f？ 我知道啊，我只是为大家问的。好，所以他就开始跟你解释，这个其实是我们今天在制作 prompt， 就是老师今天讲到 prompt 的时候，因为我们输出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字串。那如果你今天你有一个变数想要代换掉你的 prompt 里面的东西的时候，你不能每次都用逗号啊，然后连接每一个元素，把它一个一个刮起来，所以太麻烦了。所以我们会用 string 这个格式化字串的方式，把你的变数自动引入到你的 prompt 当中。比如说你今天有很多个回答，但是每个回答都是位在你 prompt 的相同位置，然后但是那个 prompt 它下面可能还有其他东西啊，所以我们就会用 s 字串把它的变数塞在里面，然后用大括号刮起来，像是这样。所以如果我原来有个变数叫小明，然后我今天可能有100个变数，但是我每个变数都要把它输出出来，然后它们前面都是加你好逗号，后面都是加惊叹号的话，我可以用这样子的写法，这样它就会 print 出你好小明，然后是位在我想要的位置，所以你就不需要用逗号来连接，或是用加号来连接你的不同的元素。好。所以回应刚刚我的例子，它其实就在跟你说，这个 f 是把字串里的东西格式化，所以大家在写 prompt 的时候，如果里面有变数要变化的话，可以这样格式化你的 prompt， 它就会把里面的变数替换成你要的，比如说 question 或者 answer， 它就会把它替换成你的变数，然后它下面还教了一些其他比较麻烦的字串，但其实刚刚那一个用法是比较直观、比较简洁的，所以我们比较常也会用刚刚的 string 来写。好，这是给大家写 prompt 的时候的一些参考。那我们回过来，好，所以我们刚刚用的是 range 跟 len 来操作这个列表的索引跟值。那我们现在能取得这些值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对它们做一些计算。比如说我今天有个列表，里面全部都是整数，今天不是字串，今天有5个整数，那我要怎么在不用 sum 不用总和这个函数的情况下，把这个列表所有数字加起来？给大家2分钟的时间。好，所以有给大家提示是，大家可以直接用 VS Code， 或是你想要 Colab 直接新开也可以，它是不需要下载任何新东西的。对，写出一个程式，让你可以使用 range 跟 len 这2个函数来计算下列表的所有总和。对，我不是考大家这5个数字加起来有多少。好，所以基本上我下面都已经写好，就是你程式需要出现的东西。大家如果有 VS Code 也可以问问Copilot，他应该可以马上跟你说。好，我们一起来看看要怎么解决它。所以，对，我就是懒人，我直接让 GPT 帮忙解。所以基本上只要把所有的题目直接丢给他，他就会跟你说要怎么解。所以我今天是要跟他讲，我今天有个列表叫 numbers， 然后包含我一开始要先有一个变数存东西嘛，所以这个变数叫 total。然后用我们刚刚使用的 range 跟 len 一样，先取到这个列表到底有多长，它里面有哪些索引，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依序在这个地方取得列表里面所有的元素，并且把它加进这个 total 里。所以它第一圈会加0加3，那这个 total 就会变成3。那第2圈就会变成3加7，第3圈就变成10加2。第4圈就变成12加9，然后依序加到最后，它把5加上去之后，你的 total print 出来就会是它的
列表里面所有数字的总和。所以，好，他就跟你说这个答案是26。那基本上我们在做操作的时候，用回圈在跟列表互动的时候，基本上就是索引跟值会一直交错的使用，所以大家可以对于这个 range 跟 len 的操作熟悉一点会比较好。好，那我们接下来回来再讲槽状回圈是什么？槽状回圈。槽状回圈就是里面有更多回圈的意思，就是一个回圈里面又有回圈。基本上它的结构就会长这样，它会有一个外层的 for， 里面又有一层 for， 再更里面才有它要执行的程式码。那基本上这个比较简单，它就会跟你说外层的回圈这个 range 是5，就表示它会从 i 等于0执行到 i 等于4，总共有5圈。那每一次外圈在执行的时候，内圈都会执行3次，所以他就会开始跟你讲这样。好，我不想看数字，所以我就请他用日常的情境来举例。比如说，我们今天有一个2层的列表。它今天列表里面又有3个列表，然后每一个列表里面是有3个字串，所以我们在外层回圈的时候，就是这个区域是第一个区域，那它里面就是它要处理它的内层回圈，所以它在 print 的时候会是什么呢？它会先 print 第一圈，这是外圈，然后开始进行里面的内圈，所以它会把内圈全部 print 完之后。再跑出去外圈的第2圈，一样把第2圈里面的内圈全部处理完之后，再跑出去外面执行第3圈的外圈，然后再把它里面的3个内圈执行完。所以它基本上就是外圈，然后跑到里面执行内圈这样的一个操作。所以这是我们槽状回圈，基本上就是一个外搭里面的内部回圈全部处理完，再跑出去外面执行第2个外圈。好，所以它下面有一个比较详细一点的解释。那除了这个槽状回圈之外，我们还常用的3个关键字叫做 break、continue 跟 pass。这3个东西在回圈里面很重要的是它可以操纵你的回圈，什么时候应该要停，什么时候应该要跳过去，或是什么时候应该不要执行任何事情。比如说我们今天讲 break 好了，它很直接的跟你说，它就是要结束回圈的意思。所以我们刚刚拿刚刚的例子，有个槽状回圈里面有3个列表，每个列表里面有3个食物，不一定是食物，3个商品。好，所以它在执行的时候，先处理第一个区域，然后第一个区域它会把里面每一个商品都跑一次，所以它第一次会把苹果、香蕉、橙子都跑一次。那如果直到他发现这个商品是为什么是黄油啊？好，如果他发现这个商品是黄油的话，他就会停止处理这个商品。他的 break 写在这里，所以他要先判断，如果这个商品不是黄油，他就往下执行；但是如果这个商品是黄油的话，他就会 print 这一句，并且停止这一圈。所以我们来看他怎么操作。第一个。回圈没事，因为它的外圈执行进去3个商品都没有黄油，所以它按照常理这样执行下去。但是第2个回圈的时候，它会执行第2个回圈的外圈，然后第1个内圈，第2个内圈，第3个内圈的时候，我们往回看，因为第3个就是黄油，所以它就会先 print 这一句，然后停下来，然后马上处理下一个。那这边跟上面没有什么差，是因为这个东西它刚好是这个列表的最后一个，黄油刚好是这个列表的最后一个元素，所以看起来没有什么差，它就直接执行下一个外圈了。所以，当我们在用 break 的时候，基本上是要处理一些意外状况，就是比如说我今天遇到 error 的时候，我就停止回圈，然后
印出这个 error 讯息，跟我说这个程式哪里发现问题，是在哪一个物品、哪一个品项的时候发现问题的。好，那第二个 continue 呢，它比较像是跳过的功能。它比 continue 的意思，如果大家在理解 continue 上面的话，它比较像是跳过。比如说我们一样从第一个外圈来处理，那它进到内圈的时候，如果发现这个商品是香蕉，它就列印出跳过香蕉，然后 continue。什么意思呢？第一个回圈我们就可以发现它在干嘛了，它会列印出苹果之后到第二个。他就发现它是香蕉，然后继续，所以他不会印出这一句话，他会直接执行下一个商品。所以正常来讲的话，他应该要一直这样下来。里面如果把这个 continue 遮住的话，它应该只会多 print 一句叫跳过香蕉，然后继续印商品是香蕉。但因为我今天卡了一个 continue 在这里。所以它执行到这个 continue 的时候，这个圈就当作结束了，它就会马上执行下一圈去印下一个商品。所以正常来讲，如果你不写 continue 的话，这边会多一句商品是香蕉。但因为我写了 continue， 所以它就不执行它最后一行程式了，就直接执行下一个程式。好，最后一个 pass。它叫做不做任何事情。比如说，我们一样把它摆进来。如果今天商品是帽子的话，我就 pass。那其他状况呢，我就要 print 商品是什么东西。所以会发现，它少了一个东西，就是在最后一个外圈的时候，它少了帽子，因为它什么事情都不做，就执行了下一个回圈。那可能就会有人疑问啊，为什么什么都不做还要写它，就不要理它就好啦。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写 pass 呢？因为你在写 if 的时候 ，if 后面 if 你的条件如果符合，你的后面必须要写程式码，不然就会报错。那你今天又不想做任何事，他又要求你要写程式码的时候，你就写 pass。所以我们写 pass 主要是为了填补那个语法的空缺，我们没有要做任何事情啊，但是为了避免我们的程式报错，我们才写上 pass。好，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的条件是符合的，但我们又不希望发生任何事情的时候，写 pass 当作占位符，或者是我们今天知道我们的程式它还没有要到运作的时候，我们也会写一个 pass 在那边。就等到之后，后面的程式会来填补这边的内容。好，因为他想的实在是太复杂了，所以我们就说你可以说人话吗？好，所以他就跟你说，为什么？简单来讲，我刚刚说的，避免出错，因为你不写的话就会报错，你的程式就没有办法运行。第二个就是来补充，假设你的结构，比如说你想先写后面的输出，但你前面还没有想好，但是你又想要程式试试看能不能运行到后面的时候，你就可以先写 pass 在那边，然后先看看后面的程式是不是顺的，所以它就这样子写着，然后后面才是我想要测试的程式。然后第二个话就是对，像他写的，让你的程式码看起来比较完整，比如说你的 if 条件句或是你的 else 条件句。基本上 pass 它就是一个什么都不做的指令，但是又可以让你的程式保持不会出错、可以运行的状况。好，那最后一部分字典的运用，它去哪里了？在字典上。我们本来想要用 range， 大家还记得字典吗？就是它有个 key 跟 value pair。像我今天有个字典，它里面有3组元素，分别是姓名、年龄跟职业。然后职业的存的 value 是一个列表，所以我就说可不可以用 range 来便利？因为我们刚刚都是用 range 来便利 list 嘛。然后他会跟你说 range 没有办法直接拿来便利字典。
但是如果我今天想要便利字典的 key 跟 value 的时候，我们可以搭配这个东西叫做 items 这个函数。所以一样，它会先定义我的变数，然后它做的事情，我们刚刚有操作过的 for 函数，它可以一次有2个，然后去便利我们刚刚说的字典，然后用的是 items 这个方法。这样子它就会把我字典里面的每一个 key value pair 都印出来，所以它输出，它没有给我输出结果。好 ，anyway， 反正它就会把我的里面的每一个 key value 这样平行的列印出来。但是如果我今天又想要用 range 的话，就会稍微复杂一点点。就是它要你做的事情是，你先测量出来这个字典里面有多少元素，它有多长。然后呢，把你的字典的 key， 也就是姓名、年纪跟 jobs 职业，变成一个列表。然后这个 key 呢，就会等于这个列表里面的依序每一个元素，再把它打印出来。所以这听起来太复杂了，理解上有点麻烦，所以我们还是用 items 比较好。好，那我想问他说，比如说我今天有个字典，我知道里面有一个值是20，但我不知道它存在哪里，你可以帮我找到它的 key 在哪里吗？他就可以跟你说这个 items 它可以便利字典的3组 item， 然后去找到哪一组 item 的值是20，所以他会先便利第一组是姓名，然后它的值是小名，不会合，所以他就会到下一组年纪。那他会发现年纪的 value 就是20，所以他就会符合这个 if 的条件式，然后把下面这个输出印出来，然后它一样是用我们刚刚说的 f 格式化字串的方式把它列印出来，所以这个字串就会把它的那一个 key， 也就是年纪列印出来。但是如果我今天有很多个值，比如说我今天是考试分数，可能有很多个20，它就会把里面所有value 是20的 key 都印出来。好，那最后我们假设我们今天想要操作一个字典，比如说把里面的每个值都做一些操作，今天是加上100的话，可不可以直接更新这个字典？是可以的，就是我们一样做的事情是便利这个字典里面的东西每一个 key， 然后把这个 key 拿出来。不是把 key 拿出来，把这个 key 当做索引，在这个字典里面把值拿出来。所以这个操作呢，是做什么事情？第一圈是把 Apple 里面的值拿出来，也就是1，然后把它加上100，再把它存回去。所以它就会把1拿出来，加上100等于101。然后再把它存回去同一个地方，所以这个 Apple 就会在第一圈被更新成101。然后在第2圈呢，它的 key 是谁？香蕉，它就会把香蕉里面的值拿出来，也就是2加上100 102，然后再把它存回去香蕉那个位置，所以香蕉在第2圈就会被更新成102。那在第3圈的时候，它的 key 就是樱桃。它就把樱桃的3拿出来，加上100变成103，再存回去，所以它是一圈一圈更新的，它不是一次把它全部更新完。所以你最后在列印出你的字典的时候，它就会长这样，每一个值都被拿出来加100再存回去。好，那下面其实就是在讲更多的操作，大家可以自己回去看，因为其实 GPT 都写得蛮清楚的，基本上跟我们在 list 上面的操作是差不多的。你要初始化一个变数来存你的想要总和的 value 们，然后把它在每一圈的时候一圈一圈存进去。所以基本上我们在便利，不管是列表也好，字典也好，都是把每一个回圈对同一个东西进行同样的不同东西进行同样的操作，所以基本上这个是在回圈里面主要做的任务。然后我刚刚讲的所有东西都有在这个 Colab 里面，我这边没有按照它的顺序来讲，但是大家如果想要知道里面的细节，或者是你想要把所有的程式写出来去跑跑看的话，这里面都附好了，都有程式，应该有程式码里面的
一些我们刚讲的东西，以及钢举拿来当范例的，你都可以直接按这个执行键去跑跑看，去了解一下每一个东西它到底是要做什么的。好，那最后讲一下今天的功课。会把今天的功课放在助理会把它放在 NTU Core 的作业区，所以今天的这周的作业是在 Core 直接上传，所以我们不会再另外寄信给大家 GitHub Classroom 的连接，然后课程网也会放相关我们作业指示的 Google Doc， 所以线上的同学可以到课程网站，就是另外加的那个里面的作业区去找 Google的指示，然后其他可以在 NTU Core 交作业的同学就直接在 NTU Core 领作业跟上传作业就好。好，那今天的课有人有问题吗？或是你今天的 VS Code 还是有一些小问题需要解决的？都没有。你们作业有开了吗？啊，现在是可以直接看。哦，好，作业区已经开了，所以大家应该可以直接在这边看到这周的作业，就是 prompt。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了。好，所以今天的作业是 prompt， 请大家自己挑一个大型语言模型，这边列的只是一些范例，然后利用你今天学到的 prompting 的技巧去让模型输入下面这几个句子的时候，判断这个句子的情绪，也就是我们希望模型做一个情感分析。然后你必须要求模型输出的结果是正向、负向、中性这三个，所以它不能输出什么快乐的之类的这样的东西。所以基本上这两个句子，请你想办法用 prompt 的技巧，让模型可以吐出这三个回答之一。然后再来第二个小题呢，也是请同学挑一个 LLM， 然后用你的 prompting 技巧去解答下面这个 Euclid 的英国语言语奥的题目，所以大家可以点进去，应该会显示这个题目。然后因为不是要让大家做，所以大家是有办法看到题目跟解答的。那你要根据你看到的题目跟大家看一下它解答的方式去设计你的 prompt， 并且你要在不能跟他说答案的前提下，引导他得出正确答案。所以你是有对话记录的，就是你不是要他第一次就回答对，当然第一次就回答对很好，但是你可以慢慢引导他，让他最后得出你要的正确答案。好。然后最后还有一些小小的，就是需要大家撰写的一些小 feedback， 比如说你使用了哪些 prompting 的方式，以及为什么你要这样选。可能有些人会用 few shot 啊，就是给他一些例子，或是给他一些参考的模板。那第二个问题是，你觉得你使用的这个 LLM 好不好？为什么？然后或者是你还可以怎么修改你的 prompt？ 那大家可以多试几个 LLM， 然后去看哪一个 LLM 比较符合解语奥题目，或是哪一个 LLM 比较符合解情感分析。应该没有限定要用同一个，对，没有限定要同一个，所以大家两题可以用不同的语言模型，只要大家试出是最好的结果就好了，大家可以上传最好的结果就好。好。基本上下面还有一些参考资料提供给大家，所以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先看一下这些参考资料，或是你可以直接去问问看语言模型，看它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的。好，基本上就这样。还有其他问题吗？那我们今天就不是还有什么要讲吗？好，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